大家好，我是元猫。如果你近期关注过全球车企的财报，就会发现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整个汽车行业正呈现出一种表面盈利、底层失血的集体态势。2025年前后，多家传统汽车巨头纷纷交出令人忧心的成绩单。美国的福特电动车部门深陷巨额亏损泥潭，单年亏损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几乎每售出一辆电动车都在倒贴钱。欧洲巨头斯特兰蒂斯更是直接预告可能出现超1000亿元人民币级别的年度亏损。这一消息瞬间引发其股价暴跌。德国大众集团虽销量保持稳定，但电动化投入和重组成本大幅吞噬利润，盈利能力显著下滑，甚至连过去以稳健著称的部分日系与欧系品牌也开始频繁提及成本控制和组织瘦身。一个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为何汽车销量不断增加，车企却愈发危险？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如同一根刺，深深扎在整个汽车行业的心头。汽车工业正经历着一场100年来规模最大的权力转移，而接下来的5年将进入传统车企的淘汰赛阶段。当然，新能源车企也并不都在安全区，这个我们以后再聊。今天我们就从财报入手，先来聊聊未来5年最危险的5家传统车企。第一家，斯特兰蒂斯。其实在上一期内容中，我们就专门剖析过这家车企的处境。斯特兰蒂斯目前仍是全球第4大汽车集团，旗下品牌横跨欧美，汇聚了菲亚特、标致、雪铁龙、Jeep、道奇、克莱斯勒，还有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众多知名品牌，宛如汽车工业的复仇者联盟。然而，根据斯特兰蒂斯提前公布的2025年第4季度财务数据，预计2025年下半年亏损金额将达190亿至2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1700亿元。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相当于每天亏损近9亿元人民币。更为严峻的是，面对创纪录的净亏损，斯特兰蒂斯直接暂停了2026年的股息分配，并计划通过发行混合债券筹集高达50亿欧元的资金。斯特兰蒂斯的问题并非出在销量上，它一年仍能售出超过500万辆汽车，真正的症结在于它缺乏电动化核心技术。作为欧洲品牌，在欧洲市场，斯特兰蒂斯2025年的市场份额为14.6%，注册量为176.1万辆，同比下降4.5%。新能源渗透率长期处于低位，纯电产品几乎在主流市场缺席。面对电动化浪潮，斯特兰蒂斯选择了一条看似聪明，实则充满风险的道路，反向与中国车企合作，引入电动平台与供应链。本质上，这是一种以市场换时间的策略，但这种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一旦失去技术主导权，便很难再夺回。斯特兰蒂斯的危机在于其组织架构过于庞大，而技术转型却起步太晚。当其他车企都在积极研发自己的电动平台时，斯特兰蒂斯却依然依赖外部技术。这种依赖不仅增加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它在新能源时代逐渐失去了话语权。第二家，福特。福特面临的问题代表了另一种危机，它并非不具备制造电动车的能力，而是电动车业务做得越多，亏损就越严重。2025年，福特交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成绩单，全年营收1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创下历史新高。然而，净亏损却高达82亿美元，与2024年58.79亿美元的盈利形成了鲜明对比。更糟糕的是，第4季度成为拖累全年业绩的关键因素，单季净亏损111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则是盈利18亿美元。福特试图将业务拆分为燃油车与电动车2大体系，以此推动转型，但现实却是，传统燃油车仍在盈利，而电动车业务却不断吞噬着利润。福特的电动车部门 Model E 在2025年的表现堪称烧钱，其销量达到17.8万辆，同比增长69%，营收为67亿美元，同比增长73%。然而，在这巨额增长的背后，其税前亏损高达48.06亿美元，尽管较2024年减少了3亿美元，但亏损规模依然庞大。福特的主力电动车型表现也差强人意。2025年，在美国市场，福特电动车总销量仅为84113辆，约为通用汽车的一半。高昂的电池成本、低下的生产效率以及激烈的价格战，让电动车业务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这使得福特陷入了一个经典困境：不进行转型，必将被市场淘汰；加速转型，又会不断消耗现金。更关键的是，美国市场对皮卡和大排量车型的依赖度极高，这导致企业内部在战略决策上始终摇摆不定。这种犹豫不决的战略态度，让福特在电动化转型的道路上始终落后于竞争对手。
第3家，日产。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日产曾经是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早期赢家，其 Leaf 车型一度成为全球销量第1的电动汽车。然而，在随后的10年里，日产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管理层频繁变动、产品老化以及联盟内部矛盾等问题，让它错失了电动汽车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2025财年，日产预计将出现6500亿日元，约合42亿美元的净亏损，这已经是连续第2年出现巨额亏损。2024财年，日产的亏损额为6708亿日元，和25年差不多。日产在电动车市场的地位正在迅速下滑。2025年，虽然日产在日本电动车市场仍位居榜首，但销量同比大幅下跌38%，仅为18968辆。更令人担忧的是，日产的全球销量也在持续下滑。根据最新的业绩展望，日产将2025财年的全球零售销量预期从334.6万辆下调至320万辆，预计同比下降4.4%。其中，中国市场销量预期为64.5万辆，同比下降6.3%；日本市场为44.5万辆，同比下降8.9%；欧洲市场为34万辆，同比下降6.0%。2025年10月，日产推出了第3代新型 Leaf， 截至2026年2月9日，累计获得约5000台订单。对于一家曾经的电动车领导者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失望。比起销量下滑，更危险的是日产面临的现金流压力。2025年7月31日，穆迪给予日产 BA2 的长期信用评级非投资级，标普和惠誉均给予 BB 级垃圾级。评级机构普遍指出，日产目前的运营利润率和 EBIT 息税前利润极低，甚至为负，远低于行业内的同级竞争对手。第4家，大众。大众无疑仍是全球最具实力的汽车集团之一，其销量稳定，品牌矩阵完备。然而，它正遭受规模反噬的困扰。大众在电动化转型上投入巨大，但回报却不尽如人意。电动车的利润率远低于燃油车，软件部门的研发进度长期滞后，欧洲地区的制造成本持续居高不下。即便销量有所增长，电动车的低利润以及重组费用仍在不断侵蚀着大众的盈利能力。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中国市场。中国曾经是大众利润贡献最大的区域，但如今这里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本土品牌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迭代速度推出产品时，大众传统的开发周期显得格外漫长。2025年第1季度，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同比下降6%。虽然大众 ID.4 在美国市场进入了畅销电动车前10名，估计销量约22000辆，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大众的表现显然不尽如人意。大众面临的问题并非无法生存，而是有可能逐渐沦为一个利润微薄的巨型制造商。第5家，通用汽车。通用汽车的处境与福特类似，但更为微妙。它全力压住纯电平台，计划全面实现电动化。2025年，通用在美国市场的电动车销量达到169887辆，位居第2，同比增长48%，市场份额约为13%。其中，雪佛兰 Equinox EV 成为主力车型，全年销量57945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然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额亏损。2025年，通用的电动车业务亏损15亿美元。在电动汽车行业，这样的亏损幅度其实还算尚可，毕竟大家都处于亏损状态。关键是谁能亏得更少？但问题在于，通用预计2026年电动车销量将显著下降，同时预计电动车业务亏损也将缩小10到15亿美元。对于大多数车企来说，如今的现状是电动车卖得越多，亏损就越多；卖得越少，亏损也越少。而通用未来可能会面临在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销量同时下滑的严峻局面。实际上，真正的危机并非在于销量，而在于商业模式。如今，汽车已演变成一种全新的产品，由电池、软件、算法和供应链效率等要素构成。竞争的核心也从发动机工程转向了系统工程，而新的竞争优势则集中在一个关键领域，那就是完整的电动化产业链。当研发周期从5年缩短至18个月，当软件更新变得像手机一样频繁，传统车企的组织结构就逐渐失去了效力。他们擅长在旧世界中进行优化，却难以在新世界中进行重建。为什么说未来5年是最危险的时期呢？因为目前仍处于投入阶段，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未来，燃油车的利润将持续下滑，电动车价格战不会平息，软件与智能驾驶方面的投入还将持续增加，现金流将成为决定车企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那些能够撑过转型期的车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竞争，而撑不过去的车企可能也不会立刻消失，但会逐渐失去技术主导权、品牌溢价以及产业话语权。汽车工业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权力更迭，真正危险的并非亏损本身，而是一家百年企业突然发现自己曾经擅长的一切正在变得无关紧要。到这里，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难道传统车企不做电动车就真的无法生存了吗？难道就一定要死磕电动车吗？或许你可以不喜欢电动车，其实欧洲作为汽车的发源地和燃油车的大本营，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对燃油车的情怀。而且欧洲整体纬度高，冬季漫长，对电池的效率并不友好。然而行业规则、政策导向、市场需求、供应链格局以及成本结构等因素，已将所有传统车企逼上了同一条道路。不进行电动化转型，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直至彻底失去竞争力。从政策层面来看，欧洲、中国、美国等主流市场纷纷出台禁售燃油车、加码碳排放限制以及提高排放标准等政策。车企若不涉足电车领域，未来甚至将失去卖车的资格。从生产端来看，供应链正在逐步抛弃燃油车，电池、电机、电控的产能不断扩大，成本持续降低，而发动机、变速箱的产业链则在收缩，价格上涨，专业人才也在不断流失。再过几年，想要制造燃油车，或许都难以找到足够便宜、稳定的供应链。目前，燃油车仍能带来一定利润，但这是一条持续下滑的现金流曲线。而电动车虽然目前尚未盈利，但它代表着未来唯一的增长曲线。今天不投入电动车领域，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条产品线，更可能是整个未来的营收基本盘。并非车企非要转型做电动车，而是时代只给了这一条生存之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